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蝶。这次跟大家介绍的是 Tevi， 由 ChrisBreeze 开发并发行，主要制作人是 Anli。ChrisBreeze 库斯特是台湾的一间独立游戏公司，他们家的游戏有知名的类银2动作游戏拉比哩比，跟 Storia 合作的悬疑风格视觉小说夜光，还有去年成为我心目中国产神作之一的最后指令。上述每一款在 Steam 上都有 90% 以上的好评率，我相信它会是台湾未来非常值得关注的游戏公司之一。Tevi 是走可爱像素风格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这次的主要制作人兼美术是知名的插画家 Anli， 游戏内容设计则是由制作拉比哩比的城市设计师 Gemma Yu 主要负责。最可怕的是，看看这豪华的声优阵容，众多知名日本声优齐上阵，还几乎都是全程配音，不得不说这次真的是下了重本啊。那 Tevi 这个名字其实就来自于游戏的女主角彩薇，我们玩家将扮演可爱的彩薇，为了收集星辰齿轮而踏上旅程，途中遇到了天使西利亚跟恶魔塞布尔，与两位特殊的魔蟹一起展开横跨整个大陆的冒险。游戏主轴是采用类银2的 2D 横向动作探险，我们在冒险的过程中会经过非常多的区域，每个区域要全部探索完至少也都要花上半小时到1小时，甚至很多路线是必须推进主线拿到特定能力后才能继续前进的，而这些要回头才能通的路线也都藏有不少好东西，算是在鼓励玩家多回头探索，而不是一味只冲主线。毕竟类银2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探索地图，跟一般纯闯关项的 2D 横向动作还是有蛮大的区别。战斗系统的部分主要有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彩薇本身为主的短刀扳手近战物理攻击，另一种是以西利亚跟塞布尔为主的浮游炮远程魔法射击。两种攻击模式可以互相配合着输出，加上可以搭配指令键打出一些很瞎趴的组合技，其实算是能理解成恶魔猎人里但丁的近战跟远程攻击，近战敲个几下，接个远程补伤害或者让敌人不落地，然后再接上挑斩，继续让敌人浮空，打出一套很漂亮的连招。Tevi 的战斗设计是真的有机会像恶魔猎人那样秀爆敌人的。探索的难度方面呢，我觉得有个蛮不错的设计，那就是素材有动态掉落率的设定，这个应该算是近年来蛮多游戏都有的一种设定，也就是当你手上某个素材数量很少的时候，会相对应增加这个素材的掉落几率，反之这个素材数量很多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则它的掉落率会大幅度下降。这个设定的好处是让玩家不容易面临弹尽粮绝的状况，同时又让玩家需要控管材料的消耗。最有感的就是其中的点心魔术这个东西，我们在游戏过程中的主要回血手段就是制作出来的点心，其中我最常吃的就是可可球，需要消耗6个点心魔术。平常会觉得点心魔术随时都很够用，但是真的遇到很搞人的地形机关时，又会觉得可可球不够吃，这大概也是动态掉落率的一种乐趣吧。那作为一款类银2的动作冒险游戏，过程中肯定是有装备或是成长系统。Tevi 主要有2种成长手段，分别是药水跟魔粹。我们在冒险途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颜色的药水出现，这些药水算是提升彩薇基础属性的道具，有像是提升最大 HP 的绿色药水，提升最大 MP 的蓝色药水，或是提升近战伤害的红色药水，提升远程伤害的紫色药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提升 EP 的黄色药水。至于 EP 是什么东西，等等会跟魔粹一起讲。那因为药水是永久性提升对应的属性数值，效果是可以一直叠加上去，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在探险过程中有看到药水就是尽量捡。虽然单一一瓶的提升幅度不大，但是慢慢累积起来也能变成一个不小的成长幅度。至于另一个成长的手段就是魔粹，可以看作技能系统。在探险途中除了药水以外，另外能捡到的就是魔粹。魔粹需要消耗前面提到的 EP 容量才能装备，这个魔粹可以说是让玩家玩出个人风格的主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些指令键的衔接方式，依照玩家装备的效果，还能打出更有效的接技伤害。比如 combo 数低于7的时候，地面连击第2下自动接空中连击，或者上挑斩的高度降低，但是连击次数提升等等等等。因为其中的变化太多了，我就不举太多例子，不然会讲不完。不过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魔粹消耗的 EP 都不太一样，并不一定 EP 消耗越多就一定越强。有很多低耗的魔粹其实也可以用很久，所以根据玩家自己的玩法，合理分配 EP 才是最重要的。那上述的2种成长手段，除了探险可以找到以外每个城镇的商店也是可以买到。药水可以找萌萌的狐娘商人西西购买，每个城镇的西西都会卖所有种类的药水，当然每个都只能买一次，不然重复买的话数值成长速度就真的有点过分。魔粹的话可以找商人伊恩购买，需要注意的是商店卖的就真的只能用买的，出外探索理论上是不会遇到这些。那除了药水跟魔粹以外最后一种成长手段就是装备。
我们根据主线的推进，主线 NPC 有时候会送一些装备给我们，或者我们也可能在新的区域探险时，在很明显的地方找到。这些装备可以让我们在一些特殊情况获得优势，也可能让我们通过原本没办法通过的一些地形，像是二段跳这个就是在快接近游戏中期的时候才会拿到，而后有不少区域都必须靠二段跳才能到达，或者主线推进时可以跟安东医生拿到抗衰染面具，透过工作台强化以后还可以降低受到的腐蚀伤害。严格来说，装备是通关过程很重要的成长手段，但其实不用特地去收集，一般来说迟早也会拿到。那既然是类银2的游戏， BOSS 战自然也是游戏主轴之一。前面有提到 Tavi 的游戏设计是曾经做过拉比利比的 JMU， 所以在 BOSS 战可以明显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设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些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弹幕设计。对于我这种横向手残的玩家来说，个人还是很怕在玩横向动作游戏时还遇到弹幕。用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原本就快过不了关了，还给我增加难度。不过老实说，制作团队可能是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游戏其实有很明显的2个友善设计。第一个是人物的 hitbox 很小，只有人物中心一个非常小的点，这个 hitbox 好像比我以往玩过的弹幕游戏都还小。虽然这方面只是我的个人感觉而已，总感觉敌人的弹幕比我想象中还难打中自己，这让很多弹幕苦手的玩家多了很多喘息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游戏难度上的设计，如果你觉得当下难度太难或者卡关过不了，除了某些主线会限制玩家只能留在这个区域以外其他时间可以随时回到绿洲小屋的床上去调整游戏难度。我自己是从头到尾都用 normal， 也就是普通难度打通关的。虽然 Tavi 的 normal 以上还有 hard、expert 之类的难度，但我觉得大部分动作游戏普通难度是一个最直接的分水岭。而我玩下来的感觉，它普通难度的设计在弹幕游戏里算是相对简单的。拿我自己举例，我在整个普通难度的过程都是零死通关，所以就算是真的不擅长玩横向动作或者弹幕游戏的玩家，应该也能在普通难度下稳定过关。就算你真的认为自己打不过去， normal 之下还有 picnic 跟 cakewalk， 可以说是一定能让你通关的前提下去设计的。Tavi 算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款类银2国产独立游戏，目前 Chrisbrid 制作的动作游戏几乎都有弹幕元素，包括最早的拉比利比，还有我心目中的国产神作最后指令。这些游戏的游戏性都很强，而且剧情也很到位。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内容有很多夸张的弹幕，但其实是吓人的要素居多。先强调一下，这不是贬义，我的意思是这些弹幕的视觉效果震撼力很够，但同时又不会让玩家产生这根本躲不掉的无力感。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设计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尤其是对不擅长弹幕的玩家。很多人玩游戏就是追求一种成就感，当你不擅长弹幕却成功躲掉看起来超大量的弹幕时，心里可能会 OS 哇，我居然躲掉那么夸张的弹幕，我超屌。心里可以获得满足感，同时也可以建立对玩弹幕游戏的信心。我自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未来如果有类似的游戏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制作特色。至于 Tavi 为什么没有像最后指令那样成为我心目中又一款的国产神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剧情，并不是说剧情写得不好，至少我在到快要结局时都看得很满足，甚至故事中有几段反转之后再反转的剧情，到这里为止我都觉得剧情很流畅，我也很享受其中。然而在最后的结局部分，我觉得有点结得太潦草了一点。稍微查了一下游戏好像也没有隐藏或多重结局，并且在最终决战前的那段闯关过程，几乎都是用幻象回忆的呈现方式在收伏笔，让我觉得有点在赶火车的意味。只能说剧情最后收尾部分真的是有点可惜。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是相当推荐这款 Tavi， 内容量还挺充实的，我自己全通一轮大概是30小时左右，单纯论游戏时长我认为也值回票价，更何况声优阵容还超级豪华，根本大饱耳福。就算你像我一样是横向苦手或是弹幕手残玩家，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可以尝试玩玩看。更何况游戏还可以随时调降难度到可以过关的情况，手指真的不行就调成最简单去享受闯关过程跟剧情就好。喜欢国产游戏的玩家可以多支持一下，让制作团队有更多机会给玩家带来更好更精致的作品。另外特别提一下，有手把的玩家建议就使用手把游玩，我个人觉得用手把玩的体验真的会好很多。毕竟 Tavi 的操作会有点类似横向版的恶魔猎人，指令键一多手指真的超级容易打结。好了，这次的新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还喜欢这次的影片内容，还请帮忙点个赞跟留言分享。有朋友在考虑这款游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他参考一下。我是阿蝶，我们下部影片再见，拜拜。